咱们昨天的节目啊，给大家说了国民党桂系的核心力量最主要的领军人物李宗仁。咱们今天说一说桂系的2号人物白崇禧。李宗仁、白崇禧两个人可以说得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。多年以来呢，两个人在桂系当中呢，形成了默契的配合和分工。李宗仁更多的关注政治形态方面的东西，而白崇禧呢，极为擅长带兵打仗。两个人这种搭档呢，被称为李白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白嘛。那么昨天我们说了李宗仁的一些大致情况，今天咱们说说白崇禧的传奇一生。白崇禧在打仗这方面是个天才，他的用兵呢胆识过人，而且可以说得上神机百变。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强，捕捉战场上各种稍纵即逝的信息啊，他这个能力特别强。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说法说白崇禧啊天生诸葛，有人给他起外号小诸葛、白狐狸，还有管他叫当代张良。甚至白崇禧的对手，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期间白崇禧立过大功，跟日本军队对抗，日本人都管白崇禧叫战神，就是说他能打仗，会打仗，善于带兵。就是国内军事界达成的共识，就是白崇禧会打仗，厉害。可是一个人如果一方面的优点突出，那么他另一方面可能缺点也同样突出。白崇禧的毛病是什么呢？自视过高，觉得自己才智过人，有点瞧不起人，因此在政治上呢，他不够成熟，看人看的也不太准，所以往往在重大的政治选择的机会面前，白崇禧往往选择的不是那么得当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说说白崇禧富有传奇色彩，但是结局却并不怎么美妙的一生。白崇禧呢是1893年生人，和毛主席同岁。白崇禧呢出生在广西桂林下边一个乡村，他是个回民。在白崇禧小的时候呢，学习很刻苦用功，后来他考到了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。在学校的时候呢，他的成绩非常优秀。1916年呢，他23岁的时候，白崇禧毕业就回到了老家广西，很快在老家的军队里就干出了名堂。经过8年时间，白崇禧31岁的时候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期。他和李宗仁合作，把旧桂系军阀给打得稀里哗啦。两个人当时呢，成为新桂系军阀的2大巨头。而他们在把广西这个地面平定之后呢，迅速的呢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结合，自愿改编，把自己军队改编成叫国民革命第7军。到1926年北伐的时候呢，蒋介石呢一看这个桂系军阀实力了得，蒋介石极力邀请白崇禧出任更高的职务，什么呢？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、代理总参谋长。这是当时白崇禧出任的第一个所谓的高层职务。结果白崇禧争气，真有2把刷子。在北伐最关键的一龙潭战役当中，他把孙传芳就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打得稀里哗啦，这是北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所以像白崇禧这样厉害的这样将领，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过的，就用尽各种办法拉拢白崇禧。你说那给高官厚禄啊，给钱呢，这些都俗套。往往这个大人物最关键是给面子，你让他心里满足。蒋介石在这方面呢也下了功夫。你比方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，这战事很紧张，白崇禧呢在广西桂县呢给他老母亲过了一个90大寿。当时方方面面名人来了不少，像美国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将军，还有何应钦来。何应钦来干嘛呢？这个何应钦跟这个白崇禧两个人关系历来不太好。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来的，从重庆呢带过来12扇屏风，上面写满了祝寿的文章。这样白崇禧他老母亲坐在中间，这中堂这两边摆上屏风，人一看蒋介石给送来，给足了白崇禧的。所以你看蒋介石对白崇禧有人说是真不错，但是这个不错背后有很多互相利益的东西。
其实他跟白崇禧之间是既拉拢他，又压制他。你最典型的，当时北伐战争结束之后，这个时候桂系立了大功了吗？整个两广和湖北都成了桂系的地盘了。蒋介石一看心里不舒服了，这影响到他的统治地位。所以在1929年年初的时候，蒋介石就召开了一个编遣会议。什么叫编遣？就遣散。就说北伐战争胜利了，咱们养这么多军队干嘛呀？咱应该裁军。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，明着说裁军，其实是削藩，就让你李宗仁、白崇禧这桂系势力得到削弱，该遣散遣散。那个时候这种用心，李宗仁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白崇禧当时就觉得呢，也不至于蒋介石就这么坏，他提出个办法来，说这样吧，我带着军队到新疆屯田戍边去，效法当年左宗棠收复伊犁的时候治理新疆，把部队在那，一方面巩固边防，另一方面白崇禧说，我都跑那么老远了，你还能担心我们干啥？就解除你老蒋的疑心。可是蒋介石当时不干，就觉得这桂系心腹大患，你非给我滚蛋不可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，打起来了。蒋介石事先准备的很充分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吃了败仗，俩人一看行了，这都通缉我们了，咱别在国内待着，出去吧。当时白崇禧先跑到香港，后来又跑到越南。在越南待2-3个月，白崇禧心里不甘心，说就这么就撤出来了。这些年我这功名利禄熬到手了，他想我不能这么的甘心，就从越南偷偷又回到广西。1929年6月份，他又回到广西。这个桂系这些人呢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这领头的回来了，哗，又聚集到白崇禧周边了。白崇禧就在广西这块搞了一个两广联盟，对抗蒋介石。蒋介石当时也想派兵去剿他，可是桂系这个战斗力非比寻常，他一旦重新凝聚到一块，很难再打败他。当时就说桂系的战斗力一点不比国民党所谓的5大主力差。所以老蒋当时一看，一个是打内战，这个舆论压力特别大；第二个呢，与其与你为敌消耗着，我不如再接着用了。就这么又重新把白崇禧拉到国民党的这个权力机关的内核，让他重新掌握一定的部队的掌握权。这段时间表面上看，白崇禧、李宗仁跟蒋介石处于一种和平状态，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，在这种空前的对外压力之下呢，他们必须得暂时结合到一块儿。而且白崇禧、李宗仁确实有值得蒋介石利用的地方。我们说这1937年12月份，日本占了南京，南京大屠杀。然后当时呢，日本的2个师团，我们说在1938年的时候，一个叫原师团，就是坂原征四郎师团，另一个矶谷师团。这2大师团呢，决心要打通军浦线，争取3个月以内灭亡中国。可是呢，南来北往这一块，徐州是最关键一个点，兵家必争之地。这个地方要丢了，那国民党当时在这个整个南方的这块势力就会受到很大威胁。所以国民党呢，调集了60万军队，集结在徐州一带，搞徐州会战。日本这个原师团和矶谷师团呢，咱们有的朋友看那个陈宝国演那个《正者无敌》里边，不有那川军将领跟这俩师团打仗，他们这个气势汹汹的扑过来，就要把台儿庄一带攻陷，然后打通军浦铁路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蒋介石倚重李宗仁和白崇禧，一定要守住这一块。结果呢，双方大战了一场，把日本鬼子打败了。这就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。李宗仁当时是国民党第2战区的司令长官，白崇禧是最主要的军事将领。所以这一战呢，也使白崇禧声望越来越高。小诸葛这名字就是当时广泛叫开的。那么白崇禧和李宗仁立了功了，但蒋介石心里一样不舒服，为啥？功高震主嘛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呢，因为有外战，他们之间呢没有爆发太大的矛盾。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，这个桂系在国民党里边势力越来越大，
蒋介石呢总想压制桂系，所以双方之间的矛盾特别大。到了这个第3次国内战争的时候，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呢，淮海战役开展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国民党也认为呢，汉口、徐州一带这个不容有失，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呢，这不所谓的首都在南京吗？如果这个淮海这一带战役失败了，那等于共产党军队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南京。所以当时蒋介石提出来呢，汉口、徐州一带的淮海会战不容有失，让白崇禧过来指挥。没想到这时候白崇禧坚决不干，说这活谁愿意接谁。为啥呢？白崇禧这时候有算计，说你让我过来，我带着桂系兄弟来打仗，玩命拼掉的都是我的实力。你国民党的、你蒋系的这些军队不会在这个战场上在我指挥下真正作战，共军一来了你就跑，让我的部队去送死去。而且你们都是蒋系，我直接指挥，怎么指挥？所以白崇禧放弃，我不指挥。他不仅不指挥，后来我们再看到黄埔韬兵团在这个淮海战役这边会围攻的时候，处在安徽的刘峙当时想出兵直接进攻，然后内外夹击当时刘邓大军。可这个时候呢，白崇禧呢桂系部队按兵不动，我也不管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所以淮海战役呢，本来在历史上来看，毛泽东当时都说淮海战役的结果有2个人没想到，一个是蒋介石，一个是毛泽东。就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对于辽沈战役吃掉国民党军队呢是有把握的，但是淮海战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没有想到最后打了这么大个胜仗。这个胜仗除了我军英勇作战，老百姓极力支持，还有第3个重要原因，就国民党内部的争斗。就白崇禧他的桂系跟蒋系军队不和，所以才会使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时淮海战役打完了，美国人过来考察这战役怎么打的，国民党怎么能败得这么惨？最后发现了这几个症结嘛，就是一个共产党军队作战能力强，再一个当地老百姓民心向背支持共产党军队，再第3个就国民党内部争斗太厉害。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蒋介石已经恨白崇禧，恨得牙根直痒痒。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，48年白崇禧、李宗仁又合力在49年年初把蒋介石给撵下台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。所以这些事蒋介石捎带着把账都算到李宗仁、白崇禧2人账上。那么后来的事呢，白崇禧带着自己60万军队在南方作战的时候呢，陆续被解放军都给消灭，大势不可取，不可更改。最后白崇禧败到海南岛，当时蒋介石告诉他，你赶紧来台湾，你只要来我就让你当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，就等于重用白崇禧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李宗仁已经确定不去台湾了，去了美国了。李宗仁、白崇禧2个人一左一右，他要搭档对蒋介石还存在一定威胁，所以蒋介石想，我先笼络白崇禧，我把李白这种组合拆散了，白崇禧有利用价值，所以这样白崇禧从海南岛来到台湾。到了台湾呢，没想到蒋介石说话不算数，没给他国防部长，仅仅让他当了一个叫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一个副主任。再一个白崇禧回民嘛，又封他个什么回民理事会的会长，都是虚职。所以事实上等于把白崇禧在台湾给控制起来，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对白崇禧呢当做一个政治敏感人物处理，随时随地监视他一举一动。到了1965年，我们知道李宗仁携夫人回到大陆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的热烈欢迎。这个事儿对于白崇禧来讲又是很不利的，因为政治立场一旦明确了，就意味着白崇禧失去了牵制李宗仁的这种能力。蒋介石也不用因为考虑我要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，让他也成不了大器了，这个战略意义已经失去了。所以在这个之后，白崇禧遭到了多次莫名其妙的人身安全的威胁，看起来就像暗杀一样。有人就说这是蒋介石认为
得除掉白崇禧，他没利用价值了。这是怎么个经过呢？65年，李宗仁回到大陆了。据说这个时候，白崇禧身边的人就被安插上了蒋介石的一些亲信，有一个副官姓杨，他就成了卧底。当时他就策划如何暗杀白崇禧。有人说蒋介石呢在台湾说一不二，还用这个吗？把他弄死不就完？那不是。你这对于国民党老臣立过大功的人物，你说弄死就给弄死，那这传出去蒋介石连往哪儿搁呀？那不得骂死他？所以当时蒋介石呢，有人推测他想要暗杀白崇禧，这杨副官就执行这个。等到个机会，因为这暗杀，如果假如说又开枪又什么的，那人肯定想，谁具备这么大的能耐，还得往这个掌握政权的人，往蒋介石他们身上想。所以他这个暗杀得策划特别周密，这是个技术活。哎，等这机会来了，有这么一天，这白崇禧军人出身，闲不住啊，就要到这个台湾花莲县山上去打猎去。这个时候，这杨副官周密地策划了一次暗杀，就是上这个山呢，有那么一个轨道车，轰隆隆隆的这种轨道车。当时这个杨副官就判断，以这个白崇禧那时候都70多了。他1893年生人，这时候66年的事你算70多岁了。说这个岁数，他要是上山的话，下山的话，不可能走着上去，没力气了，一定坐这个轨道车。所以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哎，我在这轨道车上坐稳了。他这轨道车经过一个桥，眼看着他们上山了，好。他就把桥下边支撑桥墩那个铁轨的螺丝都松开，就是再有重物往上一过，啪嚓一压，这桥就塌了，铁轨都掉下去了，这车就得掉到山涧里头，那肯定摔成肉饼。就这么着，他们把这些扣做好了，躲到树林里等着，等到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这轨道车轰隆隆隆声都过来了。2台车，前一个轨道车是白崇禧随从，后一个呢是白崇禧这是副官和他。结果前一个轨道车开到桥上的时候，铁轨一掉，应该桥塌了，唰，这轨道车掉到山涧里。说白崇禧死没死？没死，命真大，因为2个车间距30米，前一个掉下去了，后一个车这个副官看见了，玩了命了，把白崇禧唰从车里推出去了，一下推到这不是。还没上桥呢，这是山坡吗？把白崇禧推到山坡那儿，擦破了皮儿没事，可是这个车也刹不住闸了，到那歘掉下去了。他这副官殉职了。咱说这是忠臣，忠心护主。白崇禧命很大呀，逃脱了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白崇禧没觉得怎么地，认为这完全是一次意外。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白崇禧呢又受不了了，在家待着没意思，又要到阿里山打猎，坐那个运煤的车上山。他们又策划了一次暗杀，就是这个线是个单行线，你得把车呢上山下山错开好时间，要不然半道就容易撞上。这回这些特务又设立了一个非常精密的2车相撞事故，要让白崇禧死。结果白崇禧又侥幸的逃过大难，也是他随同人员感觉怎么前面还有车开来了，赶紧跳车，把他连推带挬跳下去了，这算白崇禧没死了。可是经过这2次事之后，白崇禧也觉得不对劲，说这背后有事儿，还是别出去了。可是我们说呢，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。1966年12月份，白崇禧突然在家死了，说心脏病不行了。可是据说白崇禧死的时候呢，曾经激烈挣扎过，床单都撕碎了，口吐白沫，脸上都发绿。有人就怀疑说这怎么回事？第一种怀疑是什么呢？说是蒋介石派人下毒把他毒死了。但是这个怀疑我们今天想，就跟我刚开始说，李宗仁去了大陆，白崇禧的意义失去了。那失去了什么意义呢？又做不起大事，都70多岁了，老头子了。我们以前给大家说过，这个陈立夫、陈果夫哥俩不也是吗？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也威胁不到我来，我还杀你干嘛呢？
所以你说蒋介石一定要害死白崇禧，这个有点站不住脚。所以说无论是2次暗杀还是下毒，这个很可能啊是以讹传讹的版本，就是有人在这里边编故事，这可能性很大。还有第二种说法呢，说白崇禧自个儿作的，说为什么死是这样呢？服用过量的壮阳药酒。说他服用壮阳干嘛？白崇禧老伴儿死了之后呢，他挺寂寞，就跟护士张小姐俩人好上了。你说人家年轻，你岁数大，为了求床上这点鱼水之欢，说这白崇禧就拼命的喝壮阳药酒，结果纵欲过度，一下出事了。倒是他死时候这特征挺符合这个的，所以这是人第二种猜测。当然这两个很多人认为不靠谱，更多人相信呢他的儿子大文学家白先勇。白先勇是白崇禧第5个儿子。白先勇说我父亲呢一直有心脏病，那个时候就是心脏病死的，服药也没来得及。那说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是心脏病，还继续相信所谓跟护士的黄昏恋以及蒋介石要暗杀他。那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物大家都有这种猜测呢？因为白崇禧一生太过传奇，算得上这个中国现代史上轰轰烈烈的这么一位人物。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仅仅死于好像很普通的心脏病，很多人觉得不够圆满。从故事的角度来讲，得让这样人物也死得很激烈，似乎才对得起小诸葛白狐狸当代张良的这种美称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也是我们寻常人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。像过去有句话嘛，叫一个篱笆3个桩，一个好汉3个帮。你天大能耐的人，你要想成大事，身边也都有人帮你。你看这里边说到张作霖，张作霖身边谁帮他呢？重用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。那么少帅张学良身边最倚重的是谁呢？是他的老师郭松龄。可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呢，郭松龄呢反对张作霖，提出清君侧，说要把这个杨宇霆给弄死，后来反而郭松龄先死了。那么照理说呢，自个儿爸爸张作霖身边的重臣小诸葛杨宇霆，在自己父亲黄固屯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呢，应该成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。可是没想到呢，张作霖归天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张学良亲自动手把杨宇霆给杀了。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，为什么张学良要杀自己父亲的重臣小诸葛杨宇霆。张作霖遇害仅仅7个多月，张学良便诱杀父亲爱将。颇有威望的杨宇霆因何招来杀身之祸？一向自称小诸葛的他如何会中圈套？已是奉军首领的张学良又为杀他付出了什么代价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张学良诱杀小诸葛。不用问，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人心眼多，聪明，有谋略。确实，杨宇霆刚33岁的时候，他就帮张作霖干了一件特别大的事，使张作霖呢由原来的奉天省长变成了奉军总司令，雄霸东三省，进而虎视中原。最后在1927年的时候当了民国政府的陆海空3军大元帅，事实上成了最后一任民国总统。这都是杨宇霆在后边一手策划的。说那个时候呢，张作霖刚当了这个奉天省长，就相当于现在辽宁的省长。这个位置上呢，他的实力不是多强。他原来土匪出身，后来投靠清政府，然后又拉起一支队伍来。他现在这支队伍什么情况呢？设备陈旧老化，就说战斗力不强。说怎么能振兴起来呢？你得有家伙事儿啊，得有军火呀。可哪儿弄这军火呢？没地方弄去。正这个时候机会来了。这个杨宇霆呢，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，就是科班出身的这个军校毕业的。他有个同学叫徐树铮。李元洪辞去了民国大总统，由冯国璋代理。我家老段与冯不和，只能辞去总理的职务。这次我来奉天，还望老同学能够说服你家东家，帮我家老段一把。书生啊，还是先前与你商量过的，我的东家就那性格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你得让他瞅见兔子在哪儿。那你说的兔子
指的是那批军火，还能是啥呀？这个同学在哪儿呢？当时在民国总理段祺瑞的手底，他属于皖系军阀，段祺瑞那边的。而这个时候呢，直系和皖系之间打仗，大总统冯国璋把段祺瑞从国民总理位置上赶下台了。这时候徐树铮来找这个杨宇霆，说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，现在有个好机会，说我知道你们呢马上就要这个扩充自己势力，苦于没有军火。我告诉你个消息，段祺瑞在台上的时候，曾经花钱呢从日本买了3万条上好的枪，这个枪现在已经运过来了，运到哪儿了呢？在秦皇岛这个港口这儿。我告诉你这事儿，你想法把它弄来。这杨宇霆说怎么弄啊？徐树铮说我告诉你个办法，我这儿呢能开一个假的提货单，就跟真的一样，你可以拿这提货去。看好了啊，这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提货单啊。不过这肯定不是原单，原单在冯国璋手上。这张是我在陆军当师长的时候留在手上的一张空白单。不过呢，这上面我都已经填好了，签字印信，与原单丝毫不差啊！你敢用吗？啊？给我，给我。可是问题就是呢，现在人家冯国璋那头也知道有这个事儿，而且当初买这笔军火钱是民国政府出的钱呢，不是你段祺瑞这边的皖系军阀出的钱呢，所以人家理直气壮的呢，冯国璋这时候呢已经派人往秦皇岛去了，要把这笔军火提走，你们得想法赶他前头去。是啊，4000万军火呀，老子用它可以扩编7个火州领域，就是抢也要把它给我抢回来。立刻致电53旅，即刻赶往秦皇岛，把这批军火给我弄回来。是，就这么着，杨宇霆当时跟张作霖简单商量下，自个儿拿了主意了。他派当时的旅长张景惠，这也是张作霖手下一位悍将，当年是就土匪的时候就跟着张作霖干，带着军队就杀向秦皇岛了。然后他连蒙带吓唬的，就把这个军火装上火车，把火车头一扭方向，奔着奉天方向突开走。就说等于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咱说相对无耻的手段吧，就把这笔军火巧取豪夺了。他当时用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告诉徐树铮说，你回段祺瑞的话，这笔军火我拿到了，我一定从山海关杀过来，我帮助你段祺瑞重新上台，我跟冯国璋他们打仗，这就历史上有名的直奉大战。所以这个时候拿到3万条枪，说白了枪杆里边出政权了，张作霖一下腰杆就硬了，兵强马壮。所以张作霖呢说话算话，隔不长时间呢杀进山海关1里，这开始直奉大战。直奉大战表面上呢是答应段祺瑞呢帮你呢重新上台，其实是奉系军阀不甘心在山海关以外待着，也虎视中原，要争夺霸权。这个背后的策划人就是杨宇霆。必须入关，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。我是想过的。北洋的老家底儿，到如今剩下的是直系、皖系和咱奉系。直系、皖系能掌权，凭啥咱们不能？所以在第一次、第二次、2次直奉大战当中，这个杨宇霆呢都立了很大的功劳。其实他就是幕后的总策划。那么他因为立了这些功呢，这是很得这个张作霖赏识，就说老帅很倚重小诸葛杨宇霆。宇霆啊，我没看走眼，用你对了。33岁如此韬略，甚为了得呀！他给自己狂妄到什么程度呢？那时候杨宇霆外号小诸葛，
而且他呢姓杨，杨雨婷，他字麟阁，来俩字呢，这个临时的临，楼阁亭台的阁。他为了就是表示自己是小诸葛呢，把这俩字改成了邻居的邻，诸葛亮的葛，意思上我跟诸葛亮挨着，我差不远。是不是看这人很自负？这也为他后来呀引来杀身之祸呀埋伏笔了。那么张作霖倚重他，少帅张学良倚重的是自己老师郭松龄。郭松龄呢，这功劳啊立的也不少啊。但是呢，老帅倚重杨雨婷，少帅倚重郭松龄，毕竟是老帅张作霖说了算，所以杨雨婷呢位高权重，压郭松龄一头，郭松龄就有怨气。到后来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就是第二次直奉大战，打了大胜仗了，把这一片都占过来了。占过来，当时呢，郭松龄呢，本来的想法是呢，上面派他呀，说是你去安徽当督军，然后呢，江苏督军呢，让江登选来当。江登选当时也是个出色将领，可是杨雨婷呢，不甘心总当着参谋长，我也要当督军过过瘾，往基层走一走。就找张作霖，张作霖宠他，说这么的吧，那你去江苏吧，你看上江苏这块地，你当江苏督军。山东督办张宗昌到，江苏督办杨雨婷到，坐。安徽督办江登选到，坐。本来郭松龄可以到安徽当督军，把他挤下来了。所以立了功劳最大的郭松龄，当时没捞着场，郭松龄怨气老大呀。而且这杨雨婷也不争气，在这个江苏当督军没20天，直系军阀孙传芳打过来了，他从澡堂里就差没光着屁股跑回沈阳去了，回去了。但是张作霖宠他，该当参谋长接着当参谋长。我看你啊，也别歇着了。总参谋部这摊子还得你来。这时候郭松龄就不干了，因为张作霖这时候呢，让郭松龄赶紧给这个杨雨婷擦屁股去，跟孙传芳打。郭松龄老大怨气了，就好事赶不上，不好的事让我给他擦屁股，我认为我比他强多了。所以郭松龄这时有了反心，开始倒戈反对张作霖，起兵要自己窝里斗。而且提出口号叫清军策。第3军团的军官们，这些个坏蛋中，属杨雨婷十恶不赦、五毒俱全，乱政乱军、骄纵专横、鱼肉人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了。我郭松龄已经拿定主意，什么？要带领你们大家杀回东北，除妖孽，救东北，救国家，救人民。就说呢，他的这个反对张作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把杨雨婷干掉，然后逼张作霖退位，让张学良直接扶正。就说郭松龄作为张学良老师呢，张学良对他有知遇之恩，后来他不反张学良，但是问题他那个时候自己窝里斗，不得军心，最终呢，郭松龄死在战乱当中被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张学良心里头就恨杨雨婷，为啥？他倚重郭松龄，郭松龄因为这事儿反了，跟杨雨婷有直接关系。而杨雨婷平常呢，总觉得我跟你爸爸怎么的，你一个富家子弟，平步青云就这么上来了，如何如何？就是杨雨婷也没怎么瞧得起张学良，所以张学良呢，对这个杨雨婷啊，老早就非常不满意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张学良诱杀小诸葛。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。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我们说28年，这个张作霖呢，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了。那么当时这个奉系面临着很大的危机，这个时候呢，在共同危机面前呢，张学良跟杨雨婷呢还能拉起手来。那时候两个人呢都在天津，就是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，为了能够让张学良呢神不知鬼不觉赶紧回奉天奔丧，杨雨婷没走，迷惑日本人，留在天津继续治理部队干嘛？就好像我们俩都在这儿似的。清楚了，那34军团就交给雨婷了。我走后要即刻移驻上海关。放心吧，我一直辅佐老帅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杨雨婷都会辅佐他的儿子。
而且他对奉系所有的人说老帅虽然是死了归天了，可是汉卿呢，就指张学良张汉卿，说他是老帅的一直要培养的这个子嗣，那他继承老帅位置，少帅当之无愧。就这时候杨宇霆呢是捧张学良的。那么这一捧呢，其实呢张学良并不感恩，为啥？杨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，啥事总对张学良的行为指手画脚的。而那时候张学良也确实不争气，吸上毒了，整天的吞云吐雾的抽大烟。他杨宇霆也很生气，有那么一天呢，下属来向这个少帅来汇报工作，一看少帅府里没人，找杨宇霆，杨宇霆你跟我来吧，直接奔头卧室去。司令呢？报告督办，司令还没起来。一看这在屋里准抽着烟呢，当当当敲门，不开，唰唰踹门。汉卿起来了。最后这把这个张学良硬从屋里给弄出来了。他看张学良抽大烟，他就来气。之前他就跟张学良说：“你抽吧，你抽吧，早晚你抽死得了。”这一看他现在半天不办公，杨宇霆说：“小子，你这混账东西，东三省这么管，你怎么对得起老帅？一连3天上门你都不见，那样不行吧？老帅在日可不是你这样汉卿。昨天晚上失眠了，没睡好，有什么文件我现在就签。崔队长，公文呢？搁这呢，搁这呢。笔呢？有，备着呢。当众人一骂张学良，张学良毕竟是少帅东北之主，脸挂不住了，马上撂下来。那行，你这么说我干不了，那我不干了，你干吧。杨宇霆说：“你少给我啰嗦，你别给我废话，你不行，我还真得帮你张罗事儿。”你看，他把这话还接过来了。雨婷，我跟你说过类似的话，如果我张学良干不了了，就得你来干。你说你最近身体吧也不太好，少烦神，多休养。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嘛，我们替你张罗张罗。你想想，这时候作为这个东北之主张学良，心里他能愿意吗？非常不愿意。所以他对杨宇霆这时候就有了怀恨之心。再一个，杨宇霆呢，根本不考虑少帅掌权这事儿，还按照以前的干法。以前杨宇霆呢是在张作霖和日本人之间，他是重要的一个锁链。你比方说日本一些大员，他要如果拿下他贿赂他，都是杨宇霆出面给钱。要日本有什么事跟这边做交易，也是杨宇霆出面。东北外交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，对日关系搞不好，东北的存亡都成问题。有点。怎么才能搞好对日外交？不是我杨宇霆，谁能玩得准？那么这是张作霖在的时候，杨宇霆基本就是半拉财政部长，半拉外交部长。可是这时候张作霖死了，有这么个事儿，黑龙江省的省长常荫槐为了扩充山林警备队呢，从日本那人买2万条枪，这钱不得是从奉军司令部这出吗？杨宇霆直接就给批了。后来张作霖知道说这么大个事儿，张学良当时知道了，说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杨宇霆说以前就我说了算了，我批就行了。张学良非常不满意，说你这样下去时间长了，你不把我架空了？不光是这样，两个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。比方说这个张作霖刚一死，怎么办？东三省怎么办？还是继续挑着奉军大旗，还是跟这个蒋介石的政府谈和，归顺那边挂上青天白日旗？张学良认为应该听蒋介石的，这历史事件叫东北易帜。予以至诚，实行三民主义，服从长官命令，捍卫国家，爱护人民，恪尽军人天职。此事立誓人张学良。断了日本人念头，就是你不要欺负我岁数小，我现在背后有靠山，我们中国人拧成一股绳。杨宇霆不同意，说你这样的话没有回旋余地了，咱们不如保留自己力量，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来回游走，能获得更大利益。你爸爸当年就这么干的。张学良就不同意，而且杨宇霆还进一步劝他说，少帅你琢磨琢磨，
你跟蒋介石你走你中央路线去，我原来跟日本有关系啊，我在日本留学呢，我走日本路线，你走中央路线，我走日本路线，咱俩好比押宝，必有一宝能押中，这不好吗？没想到张学良脸一撂，要是你那宝押中咋办呢？杨宇霆没法接了，为啥？他那宝押中了，那就意味着杨宇霆这就得势了，权力就很大了。你把我这少帅放到哪儿了？潜台词是这个。那这个时候，张学良还没说想杀杨宇霆，他想的是啥呢？我不待见你，你毕竟过去立很多功，是我爸爸重臣，怎么处理你呢？他想了几个办法。妹妹今儿让自个儿媳妇于凤至啊，少帅夫人呢，怎么也得送到车上找这杨宇霆的老婆，那咱俩结干姐们吧，处得好点。不知道。可是杨宇霆不同意。你呀，真是昏了头！你俩咋拜干姐妹啊？我杨宇霆咋说都是他张汉卿的叔叔吧？叔，大帅在的时候，他不得叫我一声叔啊？回来吧。彼此之间不能乱了辈分。表面上看是辈分不对，其实是杨宇霆觉得你呀不配和我结交，没瞧得起他，所以这个事儿张学良心里就凉了半截。那么两人矛盾直接导火索是什么呢？是杨宇霆他爸爸75大寿，这个杨宇霆场面办得很大，那所有奉系的头面人物都得来给祝寿来。张学良为以示重视，带着自己的夫人于凤至出席。可是他们到现场的时候，有管事的喊：“总司令到！”稀稀拉拉站起几个人：“您好，您好。”很多人都没站起来。不长时间，杨宇霆到现场了，管事喊：“总参议到！”杨督办到！站起一群人来。好好的。杨督办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坐，给你坐。这玩意儿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张学良这脸一下就挂不住了。回到家里之后，于凤至跟他说：“亏你还是东北少帅，你看看啊！那杨宇霆比你这排场大呀，比你受欢迎啊！早晚有一天他是东北之主，你都不知道死哪儿去。”这时候张学良一琢磨，不杀他不行了，再不动手完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学良也犹豫。据说啊，张学良掏出硬币呀，说这字儿就是我杀他，辈儿就是不杀他，扔了3回都是字儿。张学良说：“此乃天意也。”说白了，这个故事咱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听过。其实你心里早有主意，你想，就是寻求一个心理暗示。所以这一掷硬币，张学良坚定了非杀他不可。怎么杀的呢？打发人说这个黑龙江省长常荫槐来了，到我这府上了，他也好玩，我夫人于凤至也好玩，3缺1缺个人，杨宇霆你来咱打麻将。就这么的呢，下了班99开车就奔少帅府去。一到少帅府的议事厅，嘁哩咔嚓抹金头龙二被给摁那去了，把他跟常荫槐都给抓下来。给我能怎么的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奉长官命令，杨宇霆、常荫槐因阻碍国家统一，报将2位处死，立刻执行。杨宇霆就这么死了。其实呢，杨宇霆死带来一个最直接后果。你看张学良身边的这些得力之人，原来他爸爸张作霖主事，他倚重郭松龄，后来还有杨宇霆，这些人呢，日本人想占东三省啊，也忌惮奉系军阀里这几个能人。这一下子，你身边这几个能人陆续都没了。说白了，虽然后来9·18事变，日本发动的，然后侵占东三省，说他身边没有杨宇霆，这不是主要原因，但是也是其中一点。就日本军队不太拿张学良带军队当回事儿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君臣失和呀，给奉系军阀带来的打击非常大。所以说，杨宇霆之死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东三省沦陷的大门，也开启了张学良的生涯直接走向下坡路的一个起点。